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继续来展示夏日我的晚间护肤流程。去年开始，我已经改掉了复合式洁面，晚上只用卸妆的产品，很好的避免了过度清洁给皮肤带来的负担。目前在使用的卸妆产品呢，一共有2个，一个是我之前提到的 Excellula 的这款卸妆油，摒除更新极度缓慢的问题 ，Excellula 的这款清仓白菜价还是很适合喜欢日系的人来薅羊毛。通常在使用了超强防护力的防晒，比如安耐晒，或是今天温度很高、油脂分泌旺盛、黑头野蛮生长的时候，我都会采用卸妆油来卸除防晒。不过大部分时候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清爽的卸妆产品，比如另外一款在用的国货希悦，它是一款比较温和、能够起泡的洗卸2合1凝露。希悦这个牌子还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你单看它的包装，这个不就是 3 卸妆油的外观吗？但是改了色调，再结合希悦的这个东方味的 logo，立刻就有了古典的韵味。借鉴和改良是很多品牌的起步点吧。之后他做的这款控油清爽乳，我觉得就更加有中国的味道。作为一款2合1的产品，是通过它使用量的不同来区分卸妆和洁面的诉求。卸妆时候湿手呢，也可以直接使用，淡淡的柑橘香味，配合清爽的凝露质地，以及完全不会心疼的平价价格。它的背面很清晰的写到，用于卸妆需要取到5泵的量。其实这个说明非常的好，很多人不知道卸妆是必须要足量使用的，不然就会拉扯皮肤。过度的摩擦呢，也是造成皮肤敏感的一个重要元凶。对我自己而言，大部分时候呢都是卸防晒，所以呢用个3到4泵就足够了。它上脸是非常的水感，所以很符合我对清爽卸妆品的要求，夏天用起来很舒服。直接揉抹开呢，就会变成这种乳化的状态。用水冲洗的时候呢，还会产生一些细小的泡沫。洗完后清爽不紧绷，其实这个价格呢真的没什么好挑剔的，而且它还有颜值。白天呢作为日常洁面呢，我会配合起泡网，一样可以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。化妆水呢跟日间使用的一样，还是这款 AP 的绿茶水。之前提过，我用化妆水喜欢少量多次的按压上脸，记住一定不是拍打，而是按压，动作要轻柔，避免过度刺激皮肤。这让我想到大学时代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深究护肤的原理，更多的是当下流行什么就买什么护肤品。在我隔壁的一个同学呢，也很喜欢护肤品，见我不停的在买，就跑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面部看起来更加紧致。因为那个时候嘛，比较年轻，也没有像现在中年发福，所以我整个下颌线的线条还是可以的。于是呢，我就把网络上我学到的用化妆水紧致拍脸的方法告诉他。从那之后呢，每天早上我就会听见隔壁宿舍传来AP 绿茶水。给我最明显的效果呢，就是立刻提亮。虽然有很多日系的化妆水也会因为充盈而达到饱满提亮的感觉，但是AP 这款的提亮感非常非常的明显，上脸之后呢，就会立刻有像灯打在你脸上的那种柔光感。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即时的，依旧来自于快速水合所带来的效果。在日间的护理步骤中，我已经充分的表达了对薇姿这款89精华的喜爱，现在呢已经基本空瓶，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描述，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之前的视频。而接替它的呢，我现在使用的是迪奥的这款密集修护激活精华，又称之为红色1号。质地上呢是类似于好像有很多硅的乳液状，但实际上非常好吸收，很适合油皮。很多人对迪奥护肤品的感觉都是觉得外观奢华，味道好闻，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。所以这个精华如果不是有那种喜欢研究的达人去推荐，我自己应该不会购买。很早就提出抗污染以及防止污染物的附着对皮肤造成的敏感刺激，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先进的理念。不过无论是外国官网还是天猫店铺，它都没有说清楚它的核心成分到底是什么，很符合一些大牌虚无缥缈的概念。只知道它是从一种花里面萃取出可以达到排浊修复的一种成分，这样的精华是不是很玄幻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其实这款精华的核心呢，是有用到西班牙圣泰鼻祖供应商所提供的一种排毒多肽的成分，具备超强的抗氧化力，并且可以显著提高细胞的活性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对慢性炎症所导致的各种问题都有效果。漂亮的瓶子配合清新淡雅的味道，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，所以想使用一段时间再来给大家反馈它的效果。之后我会在局部使用一个精华，就是这款 ZO 的修红精华乳。
按压一下，涂抹在两颊的泛红处，挤出来呢是这种凝乳状，味道不太好闻。抹开呢会有小颗粒。而继续揉抹呢，就会完全融化掉。它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乳液，但是摸上去会有滑滑的肤感，吸收后是完全清爽的。在前几个月，我脸上的两颊泛红问题呢，达到一个对我自己而言非常困扰的状态。每天早上起来微微泛红，但是到了晚上洗完脸呢，又会出现肉眼可见明显的红。我当时甚至担心是不是得了玫瑰痤疮。加上回国之后呢，没法立刻拥有可以信任的皮肤科医生面诊，无奈之下呢，我只能打开我自己各种针对敏感肌修复的精华囤货，包括优色林的这款修红霜、德美丝的角质乳等等。但是我的泛红问题却一直没有缓解，永远反反复复。ZO 的这款修红精华乳是让我觉得皮肤开始趋于稳定，虽然泛红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它不会那么失控了。它是一款可以针对酒糟鼻、玫瑰痤疮以及敏感炎症造成的泛红，而对于神经老化、血管退化所造成的泛红问题，也可以起到促进血管形成、减少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。多面性也许是它可以让我皮肤稳定的一个原因吧。其实它不仅仅是一款单纯的修红产品，也涉及到控油、温和去角质、抗氧化、恢复屏障以及改善痤疮抑菌的效果，所以它其实蛮适合油敏皮来解决一些问题的。我购入的呢是这种20毫升的小包装，和我一样有局部泛红的问题呢，可以从小支装入手，避免不适合浪费。另外呢，它不适合 A 醇所引起的泛红问题。之前在日间护肤步骤中提到，我已经开始局部使用 ACW 的这款黑头护理精华一段时间了，来说明一下在使用期间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在购买这个产品之前呢，你需要问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每天用这个仪器帮助渗透，以及贴上去会稍稍有一些刺痒的鼻贴。本身这款精华呢是没有办法消除已经形成的黑头的，所以为了能够呈现更好的效果呢，需要做定期清理黑头的护理步骤。冰涵所开发的这个品牌，除了这个黑头产有直接清理黑头的作用，并没有设计专门去清洁黑头的产品，所以我自己呢就另外购入了碧柔的鼻贴、星兰的冻膜以及一些去黑头的小工具。这个鼻贴呢其实有分男女的，我手上的是男士版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买哪个版本都可以，关键就是你要买日本版，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粘度是不一样的。不过这种鼻贴呢只针对黑头问题比较表浅、不太严重的人士，因为我的出油比较多，黑头呢就会比较深，所以我就专门用到星兰的这种冻膜。这款10年前的网红清洁品，在巅峰时期我曾经购入10几罐。厚敷这款冻膜呢可以达到一个高水合的状态，那么黑头呢就会完全软化浮出来。这个时候呢再配合这种粉刺针去清理，就可以很好的立竿见影的清除。传统这种造型的粉刺针呢清洁起来非常的疼痛。日本有一个品牌，它做成了这种小帽子的设计，按压起来呢，因为你皮肤的接触面积变大，所以它的疼痛感是比较弱的。结合以上的这些步骤呢，可以清掉80%以上的表浅黑头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来做周护理的。油皮应该知道黑头是永远清不完的，一直反反复复，所以后来呢我也就放弃做定期的清洁了。加上现在刷酸跟控油都有不错的产品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黑头的生长速度。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定期去清洁黑头了，都是黑头长得过于明显的时候呢，配合粉刺针轻轻的刮掉。所以在遇到冰涵出了这样的一个黑头产品，通过改善微生态，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的作用，让黑头不容易生长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蛮想试一试的。精华倒是没什么好说的，这种旋转的设计呢，取出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那这个质地呢，是介于清爽跟滋润之间，油皮的话夏天也是能够接受的。刚才提到的这款黑头产，我觉得是比较值得购入的。同类型的仪器呢，日本也有出过上千的价位，而它换购价呢只需要99。超声波确实可以很快速的去除一些表浅的黑头，像我日常是有在戴眼镜的，出油和摩擦呢就会造成我两边角质增生，这个黑头产呢就可以很轻易的将它们去除掉，而且它也含有负离子的导入功能，可以配合精华呢做后续的导入渗透。无论现在当下说美容器智商税与否，我觉得这个仪器这个价格买了是不亏的。当然它也是会伤害角质屏障健康的，但是作为清洁而言，1周1次的这个量我觉得是 OK。 整个这个品牌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它的促渗鼻贴，因为在初期使用呢，需要每天晚上配合这样的一个鼻贴
来加强它的渗透吸收。这也是我在购买之前比较纠结的一个点，因为实在是比较麻烦。它是这种8步贴的凝胶质地，并不会敷干掉，但是粘在鼻子上其实会不舒服，有一些刺痒。主要是鼻翼两周这个位置，尤其是在你清洁完黑头之后，出现刺痒的概率呢会比较大。当然，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，就是你把它重新贴一下，调整一下位置。说明上是需要贴整页，但实际上只要满足2个小时的发挥作用，就可以把它揭掉了。所以通常呢，我都会早一点护肤，将它贴够2个小时呢，就把它揭掉。因为带着它睡觉呢，其实也是有些不舒服的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使用1个多月了。之前天气还没有很热，在清理完之后使用这个精华，能够明显感觉到1周内鼻子呢都是比较光滑的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也会出现清理完第3天就能够感觉到新生黑头呢又长回来了。当然这也是正常的现象，和每个人的油脂分泌量是有关系的。只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切记不可频繁清洁，依旧保持1周1次的去清理它。我自己是会坚持用完的，后期呢再来给大家反馈它的后续效果。抗氧化的工作呢，其实早晚都要做，所以晚间也依旧在使用 Repanix 的这款细胞修护精华。前几天呢它已经空瓶了。当时我同期购入这个品牌最出名的3款精华，另外2款呢是 CF 的绿茶以及3重，这2者均主打抗氧化，而且配方也很相似。介于30毫升的容量一定很快用完，所以我就一并打开了 CF 绿茶白天用，3重晚上用。它们2者的质地呢都非常的清爽，挤出来是这种凝露的质地，从颜色上就能区分出来，虽然都含有绿茶的成分，浓度其实不一样。 CF 明显颜色更深，而且绿茶的成分呢在成分表上也排得比较靠前。官方也有讲过它们2者的区别， CF 的控油力更好，而且更偏重抗氧化抗炎，3重更针对容易敏感的人群，在抗氧化的同时修红舒缓，上脸揉开迅速吸收，立刻呈现舒适干爽的状态。 Repanix 呢真是一个超级宝藏的品牌，使用没有任何负担，真的都可以称之为油皮的本命精华。眼部护理和日间一样用的 Verso 的这组，这里也不做过多的描述了。接下来是即将收尾的面霜，依旧来自于刚才推荐的 Repanix 这款大名鼎鼎的绿茶晚霜。它的调香让我想到很多年的韩系，好像 LG 生活也有出过绿茶相关的产品，淡淡的清新气息，又很有记忆感的味道，既好闻又非常的舒心。从质地上来看，和日系的一些超滋润面霜很像，但是抹开呢，就能感觉到水分充盈，迅速的进入到皮肤里面，没有一丝厚重，随便按压一下呢，就能呈现半亚光的状态，恰到好处的滋润度以及吸收后的清爽柔滑。虽然这款产品呢是晚霜，但是从成分上来看，早晚都可以使用的。仿神经酰胺肽的成分呢，有很好的修复和细致纹理的作用。除了品牌本身所爱用的专利绿茶多酚萃取技术之外，像咖啡因、白藜芦醇这些也都拥有。此外，抗老方面，像苹果干细胞的萃取，各种肽的复合物，维持屏障的胆固醇，再融合了微脂囊包裹技术，低刺激的同时长效并缓慢释放以上这些有效成分，所以它依旧是一个舒缓镇静、抗氧化极佳的产品。最近呢，我的下巴又长了一颗红肿痘，现在呢已经基本上下去了，并非因为使用护肤品厚重，而是因为夏季贪凉，高糖类的冰淇淋吃的太多造成的。所以在面霜之后，我会在痘痘处涂抹壬二酸的产品。我之前说过，相对于传统的水杨酸而言，壬二酸对于痘痘的治疗会来得更明显。最近在用的是 Jeff 家20%的这款壬二酸，这个浓度呢需要逐步建立耐受。我之前在使用 The Ordinary 的这款10%壬二酸，它时不时会有一些刺痒的反应，而 Jeff 家的这款呢，出现的频率呢却少很多。挤出来呢是这种乳霜的质地，肤感很好，非常好推开，吸收之后呢也是完全亚光的状态，有一定的控油效果，又不会有强烈的拔干感。虽然 John Jeff 被称为国货原料桶品牌，但其实它很多的产品呢并非采用单一的成分，而是组合运用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在这款20%壬二酸中添加的甘油、
角鲨烷等成分呢，可以很好的缓解后续拔干的问题。除了像 The Ordinary 这种走平价路线的壬二酸，通常因为壬二酸不溶于水油，再加上它的渗透性是一个技术难题，所以采用这个成分而做的不错的护肤品呢，价格都不算太便宜。Jif 在价位上就非常具备性价比。对完全没有用过壬二酸成分的人来说 ，Jif 很适合初次入手。就我自己而言 ，Jif 对痘痘的改善呢，会比 The Ordinary 来得更慢一些，但是它肤感够好，更加针对玫瑰痤疮、黄褐斑的长期护理。它还可以与你常用的面霜混合使用，让其质地更为清爽，大大提升控油力。通常到了这个步骤呢，就可以去休息了。但是我自己呢，都会有熬夜的习惯，加上并不是一护完肤就立刻去睡觉的，所以在睡前脸上还是会出现很多油光。面对夏日这么炎热的季节，一整夜的油脂氧化，其实对皮肤是有伤害的。所以在睡前呢，我会再使用吸油纸吸掉脸上多余的油分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这是很有用的步骤，不用担心越吸越油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。之后呢，我会再铺一层晚安粉来达到长效控油的作用。毕竟在夏天控制住油分，对油皮来说就是最好的。晚安粉这类产品，从大家所熟知的奥尔滨，再到资生堂 Maquillage 每年都会出的限量心机蜜粉，以及我手上这个药妆店最平价的晚安粉品牌 Gulaf。我的宗旨呢，就是喜欢哪个就买哪个，因为在效果上它们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晚安粉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控油，所以它粉质的粗细呢，并不影响控油的效果。更何况即便是药妆店的品牌，它的粉质也是比较细腻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每一期这样完整的护肤流程视频呢，都是基于在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。感谢你的收看。